我当时跟法官说，这不是儿戏，这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我还明确表示，我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金钱而斗争的，是为了真理而斗争的。视频中出现的这个年轻人名叫童润中，在网络上被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以及牛马之光，许多打工人称他为超级英雄。虽然只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普通研究生，但却用自己的方式点亮了无数打工人的希望之光。出自他的名言就是：这不是钱的问题，我要让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公司犯了错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与此同时，对于他的所作所为的目的和他口中所谓的阶级斗争，大家又产生了不小的争议。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鹏说天下。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中国版的审计哥童润中。童润中的故事开始于一次看似普通的求职经历。2023年7月，即将毕业的他应聘了某公司的硬件工程师岗位。短短5天后，因为拒绝周6加班，他被公司辞退。换做其他人可能会选择默默接受，另谋出路，但是童润中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这一决定也让童润中踏上了一段长达1年的法律抗争之路。他先后打了3场官司，涉及实习工资、正式工资和 N+1 赔偿金等多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学习能力。他不仅通过研究相关法律，还学习了如何有效地与律师和法官进行沟通，最终赢得了所有的官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是为了金钱而斗争，而是为了真理而斗争。童润中在本科毕业后做了健身教练，考取了北方工业大学研究生，但是对学校教育质量不满意，举报学收造假。在学校联系其父母想要进行调解的时候，他甚至拉黑了父母的联系方式，直到现在。在毕业后，又与包括上述几家公司在内的5家公司打劳动官司，其中被他搞出名的就是他在北京航天巨航公司只工作了几天，被要求周6加班，但拒绝，最终被辞退。他自称是无产阶级劳动者，而现在他也正在和北京地铁扯皮，因为北京地铁拒收他5毛钱的现金。有人赞叹他的勇气，有人佩服他的知识储备，还有人为他以后的工作忧虑。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行动也确实让一些人看到，即使在这个看似冷漠的社会，依然有一些人愿意为公平和正义而坚持不懈。对于这一点，我也是表示支持。在中国，确实需要一个像美国审计哥一样的敢于质疑法律、敢于质疑规则、敢于和不平等、不合理的事情说不的代表性人物。所以单说童润中维权和对法律规定较真这个事儿，那绝对是没毛病，这种人越多越好。因为绝大多数人在面对这种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都选择了息事宁人。因为折腾这一次的成本实在太高，动辄就超过1年，而且最后却得不到什么，甚至还有可能对自己的下一份工作产生很坏的影响。而童润中这次行为无疑给了无数曾经或现在正在被压迫的打工人一丝维权的希望。童润中牺牲了自己的金钱、时间和前途，为中国司法树立了一个判例。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他表示尊敬。但是我也要说一下我对于这个事儿担忧。视频里面他反复讲阶级斗争，说自己是无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就是没有生产资料，只出卖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劳动者。而童润中他肯定至少也在银行里有一定存款，并且还能收利息，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而且他在视频中也提到，他老婆挣得非常多，至少是属于小资水平。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就会不免想到他口中所说的要打倒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其实他自己就是其中一员呢。其实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就不存在所谓的什么无产阶级了，人人都是资产阶级。你只要有钱，在银行里吃利息，那么你就是资产阶级。包括一些小个体户，那些靠摆地摊为生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资产阶级。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扯什么资本，其实人人都是资本。资本也没有你想那么可恶，没有资本，我们不会有今天这么富。再有就是他口口声声说的阶级斗争，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抗争，但实际上他口中的阶级斗争其实不过是并不复杂的劳务纠纷，他只不过是在过度诠释，或者也许只是当时特殊情形下的斗争策略罢了。就事论事，按理说理，合理合法才是社会进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将一切都怪到资本的头上，那就是重蹈覆辙。其实在我看来，对于打工人这个权益的问题，就算非常较真儿，也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也一点都不过分。但是上纲上线
搞阶级斗争，将资本家和打工人对立起来，那么就是非蠢即坏，随时都有可能被夹头、卢武温和山东专家利用起来搞阶级斗争，最终就有可能演变为二次文革的悲剧。资本在真正的权力面前实在是渺小的不值一提。就像我说过的，中国人为啥会过得这么累？我们今天的状况到底是谁造成的？难道真的是资本吗？认清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我的结论就是，合理合法争取打工人权益难能可贵，宣扬阶级斗争，仇视资本实属动机不纯。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你好，您是哪位啊？哥们儿是我，航天巨恒的代理人啊，那你赶紧把钱赔给我吧。公司起诉了？公司起诉了？哎呀，那太好了，到时候那个就能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那个起诉的什么时候开庭啊？你有情况吗？哎，刚起诉，打着呢。海淀这边这个时间挺得长的。哎，辛苦你了。那个啥，能接到你的电话，我还是挺开心的。然后能让你起诉，我也觉得挺高兴的。然后呢，对，我还是想说呀，那个起诉了之后，官司咱们好好打啊。然后你尽可能的把你这边的能说的话都给说出来，然后我这边我也尽我所能，把我这边我要争取的权益都争取过来。然后最后打完了，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可以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啊，那个无所谓啊，本身也是小公司也啊，然后但是现在那个你说公司这边老板觉得好烦呀，就想跟你和解。不和解啊，那个赶紧的，咱们走起诉，走那个诉讼流程，好吧？我去。不是，你这诉的金额也就那么1万多块钱，为啥不和解呢？那大不了公司就是把你诉的金额给你。我得跟你说啊，咱们起诉了之后，这个诉讼的结果是会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我要的就是这个对，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上中国裁判文书网，我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公司犯的这个错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是我的诉求，明白吧？你看，你总共也就诉了3个案子，加起来你诉的总额是15000多，其中有2项还是重叠的。那个不重叠，一个是实习工资，一个是那个工作的正式工资，明白吧？这个可以到时候再讨论哈。我们拿着那个，反正事儿也就那么点事儿嘛。对，然后你考虑一下呗。我不考虑，跟你说我不会和解的。然后你作为公司那边的律师，我对你的法律的精神非常的钦佩，对你法律的业务表示非常的认可啊。我希望你在接下来跟我去当庭对质的过程中，发挥出你最佳的这个水平啊，不要有任何的保留啊，一定要把这个官司打好，咱们俩痛痛快快打好这场官司，打完了之后得出最后的结果，得到那个最后的裁决，行不行？这个你又何必呢？我什么何必呢？这是必须的，这是阶级斗争，这不是一般1万多块钱的事儿，明白吧？哎，我去，好吧，你再考虑考虑，回头我再给你打。我不考虑了，这个电话我记下来了啊，谢谢你。我知道你的名字，然后我以后我都会认可你在这方面的事情的。然后我也感谢你给我当时聊天聊那么多。然后我希望你也是能把你的工作做好，也希望你以后事业一直顺利，好吗？好吧。好，那行，谢谢你。哎，拜拜。好。